是 Helson。这次我们来到了被称为娱乐之都的长沙。在长沙有一个以制作综艺节目而著名的电视台，但仅仅因为一个擅长制作综艺节目的电视台而被称为娱乐之都，其实有些夸张。那么长沙到底为什么会被称为中国的娱乐之都呢？本期视频我会和你一起寻找答案。首先，我们先简单介绍一下长沙。长沙位于中国的中部，它大约有3000年的历史，也是一个历史非常悠久的城市。这次来到长沙是因为出差，上午从上海出发，乘坐高铁大约4个小时，中午就能到达长沙。到达长沙的时候已经是中午1点了。我们先去茶颜悦色买了一杯奶茶，是柠檬茶，然后是它的作品介绍卡，你可以拿着看一下。茶颜悦色是长沙当地非常著名的茶饮品牌，价格非常实惠，大约均价在15元左右，味道也非常不错。非常多来长沙旅游的人都会来进行尝试，并且他们家还推出了不同的口味的茶包，可以当做旅游纪念品带回去和家人朋友分享，当做礼物。我和同事一人买了一杯后，简单的在酒店楼下的韩国烧烤吃了一顿午餐。吃完午餐，和同事回到酒店整理行李。这里简单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酒店。这家酒店位于长沙市的市中心，价格大约在400元左右，整体环境都非常的不错，我个人是非常喜欢的。酒店包含一顿早餐。欢迎光临房间，还蛮大的。看看房间，看看卫生间。纠正一下，已经是晚上了。长沙的夜生活听说要比上海还要厉害，晚上12点之后，大街上还都是人，夜生活才真正开始。虽然明天还有工作，我们可不想玩到晚上12点之后，但还是要体验一下长沙的夜生活，毕竟来都来了，探索一下这座娱乐之城。一人一杯茶颜悦色，开始逛起来。3、2、1。首先来到的是长沙人气最高的黄兴路步行街。这条步行街连接了解放西路酒吧街和坡子街美食区，是长沙的心脏地带。两边大多都是卖长沙旅游纪念品和当地特色美食的。黄兴路步行街前身为始建于1932年的南正路，1941年为纪念黄兴更名，2002年完成了步行街改造并正式开街。步行街口有一座黄兴的雕像，还原了黄兴回乡的场景。这里简单介绍一下黄兴。黄兴出生于长沙，是辛亥革命时期资产阶级革命派的重要领袖。大家可以看到，整条街上都是人，堵得水泄不通。这里要额外提一嘴，我非常喜欢长沙的一个点，是因为这里的广告招牌非常的有创意，比如这个广告牌一层落一层，非常的有烟火气。另外就是晚上的广告牌非常的多，看得眼花缭乱的。我个人是非常喜欢有这种烟火气的城市。长沙最出名的小吃就是臭豆腐，这条步行街两边到处都是卖臭豆腐的，价格根据大小不同，大约从15块到20块钱左右。至于味道，至少这条步行街上没有吃到很不错的臭豆腐，只能说一般。另外，这边也有非常多卖长沙文创产品的。这边我也随便进了一家店，想买点礼物给朋友，但进来之后没有看到特别有趣的文创产品，大多都是千篇一律的冰箱贴、钥匙扣、玩偶之类的东西。逛完步行街，其实都已经晚上9点多了。我们两个没有怎么吃饭，准备找一个吃饭的地方。来到长沙，还有一个比较有趣的地方，就是文和友。之前长沙文和友在网上非常的火，是因为它将上世纪80、90年代老长沙街景与市井小吃和文化体验融为一体，是一个沉浸式的餐饮综合体，不只是餐厅，而是场景的复刻。当时最火的时候，大家都对商场中复原的老街景非常的好奇，人气非常的高。当然现在已经没有那么高的热度了，但作为第一次到长沙的游客，还是比较好奇想来逛一逛的。而且听说在商场里竟然还有观光缆车，这让我更加好奇了。文和友里的人一直是非常的多，很多餐厅也需要排队。简单看了一下餐厅，也大多是一些普通的大排档，并没有什么明显的特色。我们就一直往上走，去看看商场中的观光缆车是什么样子。这里想简单说一下，自从文和友这种在商场中模拟上世纪街景的形式火了之后，全国很多地方都开始模仿，
但说实话，整体的装修风格基本上都一个样子，感觉全国上世纪的街景都是一样，并且商场里的餐厅也都大同小异。慢慢的，这种形式的商场热度就没有那么高了。缆车在商场的顶层，简单看了一下，可能是因为票价比较贵的原因，成都的人并不是非常的多。这个缆车在商场顶部缓慢的前进，距离也不是很远，小小的一圈，整体下来游览的时间也就2到3分钟的样子，并不是很值得。带着失望，我和朋友还是离开了文和友。我们离开的时候已经晚上10点多了，2个人一直在大街上游荡，不知道有什么好吃的。最后我们还是选择了比较保险的餐厅海底捞。说实话，没想到11点的海底捞竟然还需要排队等号。我们吃上饭的时候已经晚上12点了。虽然大多数海底捞都会营业到很晚，但没想到12点的海底捞还能有如此多的人。长沙果然是娱乐之都，人们都喜欢晚上出来玩。The next day， 第二天是工作的一天，拿着摄像机在长沙跑了一整天，拍了一些长沙的地标场景，当然自己也顺便打了卡。对于长沙，我最爱的还是茶颜悦色。在火车站，我又买了2杯茶颜悦色带回家，我真的是太爱它了，强烈推荐。来长沙的最佳伴手礼。我是 Helson， 别忘了点赞订阅哦，我们下期再见。